父亲病重，老公却去附近的医院照顾女同学的妈妈。文文，她一个女人无依无靠的，我要帮她。我看着她精致的妆容和她在床上刷视频的母亲。好啊，你是不是还要帮她满足生理需要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老公呢？看着我费力地把父亲从手术担架挪到床上，护工不满地问。经历了4个小时的手术，父亲终于被抬下了手术台，护工一路帮着将父亲从手术室推到了病房，但挪到床上却很费劲，我累得满头大汗。父亲为了给我省力，自己也拖着刚做完手术的身子一点点使劲。边上的其他病人家属都看不下去了。一个阿姨说道：“你老公呢？就住院的时候出现下，现在需要他的时候却没影了。”其实我心里何尝不怨恨加不满，最后还是在一位大哥的帮助下，我才将父亲给挪到了床上，安顿好了父亲。我立刻给李伟打去电话，他说话很小声：“老婆，公司临时有急事，我赶回来加班，等这个项目忙完，我就立刻赶过去。不跟你说了呀，又要忙了。”从始至终，他都没有问过手术结果怎么样，我爸的身体怎么样。为了感谢刚刚别人的帮忙，我决定去附近的超市买点水果。来到超市，挑选了2种水果，正要去结账的时候，我通过超市的镜子看到了自己现在的样子，一脸憔悴，满眼疲惫，自己都不想多看一眼。但这时，我看到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是李伟。我赶紧躲起来，不让他看到，却悄悄观察着他。他穿着西服，皮鞋锃亮，整个人很有精神，手里提着一个果篮，还有一箱牛奶。我偷偷跟着他，想要看他去哪里，一路尾随。结果发现他去了隔壁的医院，到了妇科住院楼。我看着他来到一个中年女人的病床前，又是帮削水果，又是帮倒水，显得特别的孝顺。虽然这个女人我不认识，但在她旁边的那个年轻的我却见过，她叫孙玲玲，是李伟的红颜知己，2个人认识10多年了。听着他们3人在那谈天说地，跟一家人一样，我真的气不打一处来，很想冲过去质问李伟，他到底是谁的老公，谁的女婿？孙玲玲把李伟叫到一边，撒娇地说道：“让你不要买东西，还买？你天天在这待着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你今晚还去我住的酒店那吗？直接坐电梯上楼，前台不会问的。”李伟并没有回答，因为他一脸震惊地看到了我。文文，你怎么会过来的？孙玲玲她一个女人，孤孤单单的，母亲生病也没有人搭把手，所以我来帮忙。李伟说的似乎很真挚，但在他身后，孙玲玲却用一种戏谑的表情看着我。我没有理他，而是质问李伟：“你到底是谁的女婿？我爸在医院做手术，你却过来陪别人的吗？还有刚刚说的酒店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你是陪2张床吗？”李伟没有回答，在他身后的孙玲玲却说话了：“文文姐，你不要怪李哥，是我求他过来的，因为我一个女人单独住酒店不安全，所以他才送我回酒店的。大家都是女人，希望你能体谅一下。”李伟伸手碰了他一下，似乎觉得他说的太多了。然而这样的动作落在我的眼里，却显得那么亲密。有病人经过，跟李伟打招呼，问他丈母娘的病好了没有。他的脸一下变得很难看，支支吾吾不敢回答。我却更加生气了：“李伟，我爸今天做手术，我已经提前跟你说了，你人还是不在。我爸体谅你，还让我不要耽误你工作。你倒好，工作是一点没耽误啊。工作2个字，我咬字很重，
孙玲玲站到李伟前面，拨弄了下额前的头发。文文姐，这是真不怪李哥，是我妈突然出事，我自己一个人又弄不好，大半夜的只能给李哥打电话。孙玲玲虽然是在解释，但她的表情却是在说，你看吧，在你老公心里，我妈比你爸重要，只要我叫他，他就会过来找我。被孙玲玲这样挑衅，我却并没有反驳，因为我知道关键还是在李伟身上。文文，确实情况挺紧急的，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我看了一眼病房里，孙玲玲的妈妈翘着腿在那刷着视频，手机外音放得很大声。而在1公里外的另一间病房里，我的父亲却连走路都困难。为了不让我担心，他忍着痛，一声不吭，越想越气。我问他，就算是临时紧急情况，这几天你连个影都没有，就一直在这边，让我爸怎么想？文文姐，怪我不太会处理医院里的一些手续之类，所以一直耗着李哥。孙玲玲一直插嘴，让我很不耐烦。我直接吐出一个滚字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我跟我老公说话，你是什么身份？说文艺点。他的红颜知己，说直接点。小三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周围经过的一些人都对他投去异样的眼光。我看到李伟拉了他一把，将他拽到了自己身后，明显是保护。文文，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，我跟玲玲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们之间是好朋友。他家里出事了，我肯定要过来的。他也不像你那么独立，我独立，所以我就要像死了老公一样，事事都自己去做，然后让自己老公去给别人当孝顺女婿。李伟，你这么喜欢帮忙，你这个红颜知己孤单一个人，是不是还要去帮他满足生理需要？你不是知道他的酒店在哪吗？自己过去呗。还是说你已经去过了？李伟听到我这么说，似乎有些生气了。文文，你不要无理取闹了，男人最喜欢说这样的话，仿佛说了这句话就可以推翻所有的事实和证据，把问题归结到女人的情绪上来。我已经对李伟失去了耐心，他的掩饰，他对孙玲玲的维护，都让我觉得恶心。我直接问他一句，我和他之间，你选谁？李伟被我问得一愣，而他的回答让我寒心。文文，你别闹，事情有轻重缓急。玲玲她这时候真的很需要人陪。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在她心里，我是属于轻到可以缓的人。虽然早有预料，听到她的回答，还是让我觉得一片真心扔给狗吃了。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哭出来，用镇定的语气对她说，那好，我们结束吧，我还你自由。听到我说这句话，李伟立刻慌了，他快步走到我身边，要求拉我的手，被我一把甩开。刚刚他和李玲玲站在一起，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独自面对他们二人。文文，我不想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拉开门，正准备出去，感觉到李伟跟过来，我迟疑了下。这时候，李玲玲却突然喊道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李伟，快来帮我看看。我歪着脖子看了下，刚刚还兴高采烈刷着手机的李玲玲的妈妈，现在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我看到她似乎歪着头向这边看了一眼，这母女俩真是花招百出。李伟立刻跑到床边照顾起来，殷勤的样子轻车熟路。我拉开门走了出去，路上我接到了秘书打来的电话，孙总，伟光公司有一个项目需要您拍板，李总一直联系不上。伟光公司是李伟自己开办的公司，因为他觉得在我家的公司工作一直被人看不起，为了支持他开公司，父亲出人出力，发动人脉帮助他。他公司最初的几个项目都是我家的公司输血式的帮助他完成的，但现在他都背叛我了，
还指望用我家的资源吗？所有与伟光公司的合作都停下，等我的消息。可是孙总，项目已经立项，都等着开工呢，要不要跟李总再通报下？通报什么？你搞清楚是谁给你发的工资。看我态度这么坚决，秘书也不敢再问下去了。在医院看到的一幕让我大受震撼，我没有想到李伟是这样的人，更没有想到他会背着我做出这些事来。回到医院，我努力不让父亲看出心事，转身进到洗手间，用水不断洗脸。我努力回忆跟李伟之间发生的事情，想要找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也许一切都从一句无心的话开始。那天晚上，我在看电视，李伟接到一个电话，他特意去到阳台接的，打了大概有15分钟。从阳台回来，他的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。我问他是谁的电话，李伟随口答道：“是玲玲，她要回国了。她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。”话说出口，李伟才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又欲盖弥彰地补充了一句：“我们跟兄弟一样相处的。那时候我跟李伟结婚才1年，我经常给他准备一些小惊喜，但我从来没有从他脸上看到那样的笑容。谁没有过去呢？只是我没有想到他的过去会给我的现实狠狠的一刀背刺。其实我跟他之间也是有着甜蜜过往的。我还记得初见李伟时，他还只是个上大1的学生，我还在读高3。为了给我补课，父亲找了一名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来帮忙。李伟就是那时来到我家的。他穿着简单干净的校服，背着一个老旧的书包，说话温柔而腼腆。我喜欢看着他讲题，思维严谨，总能把一些难点讲解得十分透彻。在他身上有衣服刚洗过的淡淡的肥皂味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后来我追寻他的脚步，考上了他所在的那所985学校。大学期间，我们互有好感，但他一直很自卑，不敢跟我表达爱意。最后还是我设计，让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其中帮忙，才让他鼓起勇气表白的。毕业后，我们就结了婚。他留在了我家的公司上班。后来，因为他不想被人说是吃软饭的，所以打算自己出来创业。我给了他最大的帮助，而且一直都是悄悄地进行，以保护他的自尊心。然而，我没有想到，所有的付出在李玲玲回来后都变得无足轻重起来。这大概就是白月光的杀伤力。李玲玲回来之后，就像突然在我和李伟的生活中多出了一个人。他在国外留学几年，却连个学历也没有混到。回国后，工作也找不到，于是他来找李伟帮忙。李伟帮他盘下了一家打印店，又让2家公司的人都去那边打印。对于做项目的人来说，有时候打印一个标书有上千页，所以我们2家公司给李玲玲的打印店带来的收益就很高了。但我没有想到他是如此贪心的一个人。有公司员工反映，从李玲玲店里面打印的文件不仅贵，而且纸张破损率很高。为此，我特意拿自己公司的纸张和他的做了测试，果然纸的厚度和质量不一样。但为了不破坏我们的关系，不让李伟为难，我还是压下了这件事，只让员工去复印的时候自己带4纸去。可这却让李玲玲恨上了我，后来更是做出了那样可怕的算计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一起出去玩，李伟那时候是顾及我的反应，所以一般不会单独跟他一起出去。有一个周末，我们一起去攀岩，李伟就好像是特意在李玲玲面前显摆，自己爬得很快，我和他落在后面。李玲玲似乎不太擅长，一直爬得很慢，但她比我先出发，所以在我上面，而且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她总是挡住了我的路。后来不知道怎么的，
他脚下踩滑，一下坠了下来，幸好有安全绳保护，但他却正好砸在了我面前，幸好我躲开了，不然这一下不轻。他似乎受到了惊吓，不断乱抓。我感觉到他数次用手划过我的安全绳，意识到不对劲的我，立刻死死握住了安全绳的扣子。之后，我拽着他一起缓缓落下。李伟已经等在一边，而刚刚还张牙舞爪、动个不停的李玲玲，现在却突然像是个四肢无力的爬虫。李伟抱起他就跑，一边还喊着叫救护车。他没有注意到我在一旁，腿部已经出血。后来是攀岩馆的店主给我拿来的绷带包扎的，然后搀扶着我去救护车上。此时的李伟疯了一样在那喊：“还等什么？快点去医院啊！”当他看到我一瘸一拐的上车后，这才突然意识到什么：“你也受伤了。”玲玲她可能伤得比较重，所以我才这么着急。其实我知道，李玲玲根本没有撞到哪里，也没有伤到哪里。果然，到了医院后，医生简单翻开她眼皮看了下，又捏了捏四肢，就转头过来看我了。李伟却急了：“你好好看看，好好检查呀！”医生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我是医生，你是医生，就算你在为女朋友着急，也要让我先看伤的比较重的病人吧。”李伟嗫嚅着说了句：“你现在看的才是我女朋友。”那个30多岁的女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。在李伟的要求下，李玲玲还是被推进了抢救室，而我自己经过简单处理后，拖着伤腿回了家。那一刻，我明显感觉到李伟的厚此薄彼，也感觉到他对李玲玲的不一样。所以我回到家后没有再联系他。我知道李玲玲会没事的，也许她还会装头晕、装脑震荡，让李伟照顾她。果然，1周之后，可能是李玲玲不需要照顾了，李伟才想起还有我这个老婆，他还是个有家室的人。李伟给我打来电话，却是质问：“你怎么自己走了？我1个星期不在家，你也不问问。”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他再打，我再挂，直到他开口第1句说的“对不起”，可是他的歉意也没有多少诚意。他说：“玲玲她伤得比较重，有可能是脑震荡，因为我们叫她去的，所以有责任照顾她。你也应该过来看看她的。可惜我的腿受伤了，走不了路。不过她不是有人照顾吗？那次被攀岩馆的女店主帮助后，我就跟她成了朋友，请她吃过几次饭。有一次她告诉我，攀岩馆举行比赛，问我要不要参加，还说李玲玲也报了名。李玲玲在我们面前一直说是初学者，从来没有攀岩过。但根据女店主的观察，她觉得没有几年的时间，不可能有她那样的技术。而且在国外，攀岩是个很普遍的运动，所以她觉得上一次的意外很奇怪。但她不愿意做更多的猜测，只是点到为止。我还想要挽回这段婚姻，不愿它走向极端，所以告诉了李伟这件事。但没有想到他的回应很冷淡。孙文文，你要是没事干，就多把心思放工作上。玲玲她不是那样的人，她不会去骗人，也不会搬弄是非。听到他这样的说法，我觉得很生气，也很失望。于是我直接搬离了家里，选择了分居。可能是我爸爸找了他，也可能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进行了劝解。李伟又主动回来找我，还每天买花接我上下班。那段时间，他积极表现，就好像李玲玲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父亲的身体不好，我也不愿意让他担心，所以在李伟保证不再联系李玲玲之后，我还是跟他回了家。其实我知道，要他完全不理李玲玲不可能。或许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遗憾的人，但只要他能记得住自己的责任，不跨越那条线，我可以装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很多时候，他突然说要加班，
或者有什么急事，其实都是去找的李玲玲，但我没有点名。然而这一次不同，我父亲做手术，他却去照顾李玲玲的妈妈。我接受不了他对我家人的不重视，所以我决定不再接受这种畸形的关系。他要是喜欢李玲玲，那就让他们去搅和在一起好了。我再次打包了行李，准备趁着李伟上班的时候彻底离开，但没有想到，却碰到了临时回家拿东西的他。李伟看到我提着行李箱，还以为我是去出差，所以他没有说什么，而我也没有解释。等到他回到家，看到我的衣服都不在了，这才反应过来，立刻追了出来。他拦住了即将开车离开的我，有些恼怒地问：“你又要去哪里？搞什么？”我看着他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真正要离开的人，不会大吵大闹，而是心如死灰般的平静。”可能李伟也看出来我这次的认真，所以立刻慌了。文文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跟玲玲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不要走，我真的离不开你。他过来抢我的行李箱，被我一把打开手，他又过来亲我，搂着我的头，嘴巴凑了上来。我努力推开他，却被他紧紧箍住。我索性不再反抗，但也没有回应他，如同一具死尸。李伟亲了一会，发现我没有反应，失落地站到一旁。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半天，突然抱头失声痛哭。男人的眼泪或许很值钱，但我一想到他和李玲玲在一起的画面，就觉得恶心。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变得心肠这么硬，但不也是被他们一点点磨出来的吗？然而让我更意想不到的是，李伟突然跪了下去。这个曾经骄傲的少年说他跪天跪地跪父母，不跪其他人。就算是求婚那天，他也只是鞠躬，没有跪下。可是现在为了挽回我，他居然跪下了。那一刻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我突然觉得有些心疼。或许是这10多年的感情突然爆发，或许在那一刻他真的让我看到了他的爱。于是我蹲下，抱住了他，像是抱着一个失落的孩子。我们耳鬓厮磨，行李都没有拿回房间，开着门就直接冲进了卧室。那是我们婚后第一次这么有激情，就好像是初恋的情侣，疯狂渴求对方的身体。风雨之后，我们躺在床上，李伟从身后环抱住我：“文文，我答应你，以后都不会去找李玲玲。你以后也要给我更多的信任，否则我会觉得相处很累。公司里的事，你还要多帮帮我。我决定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，你必须支持我。”我们没有休息多久，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又有了反应。从那次以后，他真的再也没有提起李玲玲，就好像他真的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我和李伟难得地获得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。为了帮助李伟的公司发展，我特意带他去参加商业宴席，介绍我们家的人脉资源给他。但我没有想到，却碰到了一个意外的人，就是李玲玲。其实从宴会之前，李伟迟疑地告诉我，他的邀请函丢失了。我就应该猜到的，只是我们这段时间关系很好，所以我并没有往这方面去想。当我看到李玲玲穿着性感的晚礼服在宴会上来回走动，如同穿花蝴蝶时，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这样的活动她应该没有资格参加的。我并不想跟她有接触，没想到她却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：“文文姐，谢谢你给我的邀请函，不然我还来不了这里，见不到这么多商业精英呢。”我不知道李伟是怎么跟他说的，也不能在这里没风度的大闹现场，所以只得含糊其辞。李伟他说：“你想来见识下，就跟我说了，你好好在这认识认识人，看看对你的生意有没有帮助。”李玲玲听到我这么说，有些诧异，但似乎想到了什么：“文文姐，你放心，我是最会把握住机会的，是我的。”
就算抢，我也会抢过来的。我刚还跟很多人合影了，你帮我看下哪些人是能帮助我的。他将手机递过来，给我看照片，确实是他跟一些男人的合影。照片上他紧紧贴着别人，上半身恨不得趴上去。合照的人露出不舒服的表情。你继续翻翻看，有很多的。我滑动手机屏幕，结果看到了让我震惊的照片。李玲玲居高临下，穿着巴黎世家，李伟跪在地上，两个人都没有穿衣服，显然是在进行一些情趣游戏。我看了下照片的时间，正是父亲做手术那天。李玲玲靠近我耳边，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“他早就跟我上过床了，你还真以为他回心转意了？他说你床上太死板了，还是喜欢我这样的，要不要我教教你？”听到他这么说，我真的怒了，觉得心里有一团火，而喉咙里更是有些腥气，有种吐血的冲动。我一把扔掉手机，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李玲玲其实躲得很快，但她却立刻捂住脸，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一样。而李伟这时候突然出现，他一把拉过李玲玲：“文文，我都说了跟他不联络了，你还不依不饶干什么？在这个场合，你这样子太不体面了。”我看着他搂着李玲玲，我却像是个外人。你所谓的不联系，就是跟他睡在一起。我问你，我爸做手术那天你在哪？听到我的问话，李伟的脸一下变得惨白。文文，你听我解释，那天我喝多了，你相信我，我一直都是爱你的。我伸手给了他一巴掌，又反手再给了一巴掌。李伟没有躲避，李玲玲却要冲过来还手。这里发生的事情让现场十分混乱，很多人都看了过来。我走到吧台，轻轻敲了敲酒杯，吸引所有人的注意。各位，由于李伟与李玲玲出轨，我在这里宣布与他离婚。同时，我孙家不会再与李伟的公司有任何生意往来，也不会为他做信誉担保。李伟听到我这话，一下慌了，因为很多跟他合作的商人正是看上了他是孙家女婿的身份，否则一家刚刚起步的公司怎么可能获得别人的青睐？如今我将一切揭开，他们都知道，在跟李伟合作，不仅不会得到孙家的感激，还可能失去原本的合作机会。回家之后，我将一切告诉了爸爸，虽然不愿意去让他烦心，但从我口中得知消息，总好过那些小到报纸的瞎写。爸爸并没有生气，反而安慰我，同时告诉我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他都是我的坚强后盾。李伟这几天并没有来找我，可能也是知道我这次态度坚决，而且因为我们离婚的事，很多客户都找他取消项目，他忙得焦头烂额。倒是李伟的父母找了过来，他们并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他们以为只是小两口吵架，他们做长辈的出来调和了，我就应该找个台阶下来了。直到我告诉他们李伟出轨的事后，他们才不断道歉，慌不迭地离开了。他们都是老实人，夫妻两个结婚几十年，从来没有想过离婚，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儿子会出轨。我想他们回去一定会教训李伟，但那都跟我无关了。我将自己彻底投入到自家公司的运营中来，996，每天都让自己很忙碌。真正对事业上心之后，我才知道为了帮扶李伟的公司，爸爸做了多少妥协。我开始剥离与李伟公司的关系，也没有刻意打压他，但是他的生意是做不下去了，不光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基础，还因为他出轨之后口碑也变差了。一个连婚姻忠诚都守不住的人，又怎么指望他能够对合作伙伴忠诚呢？听说不久之后，李伟就关掉了公司，而李玲玲的打印店因为没有我们这两家大客户，也早就关门大吉了。对
对于受过伤的女人来说，是很难再次投入到一段新的感情中来的。但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赵无极，他是上市公司的副总裁，高大帅气，却含蓄内敛，人人都称呼他为冰山美人，他却对我格外热情。而且虽然倒贴他的女人很多，但他居然没有任何绯闻。对于我来说，安全感或许是第一位考虑的事情。在他的不断追求下，我重新对婚姻有了期待。后来在一场精心安排盛大的求婚仪式下，我答应了他。但我没有想到，李伟却再次出现了。就在我们的婚姻现场，当婚礼司仪开玩笑地问道：“有没有人反对？”时，他居然出现了。他冲上了舞台，大声喊着：“孙文文，你毁了我，自己就别想好，我要毁了你！”他从提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向我冲了过来。但我并不着急，因为赵无极就在旁边。他是跆拳道红带，果然，他一个凌厉的飞踢，就将李伟踢翻在地。他还要上去补几脚，被我给拉开了。我想知道李伟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李伟倒在地上，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窝深陷，眼睛红肿，明显睡眠不足。他的身体十分瘦削，看起来短期内瘦了很多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我讲了离婚后发生的一切。那天酒宴之后，李伟还硬气了一会，说要给李玲玲一个家，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。但别人都在背后戳他脊梁骨，毕竟没几个人会去祝福出轨的两人。在我离开家之后，李玲玲就第一时间搬了进去。虽然李伟有些不满，但没有说什么。等到两个人朝夕相处之后，矛盾才越加明显。李玲玲很懒惰，从来不做家务，更不会像我这样每天把饭菜做好。当李伟忙了一天回到家，看到他坐在沙发上刷手机，地上是刚吃完的外卖，心里的火气腾的一下就起来了。但李玲玲是个人精，立刻就扑到了李伟身上。一番温存之后，李伟的怒火也就消失了。但夫妻之间不能每天都是这点事，久而久之，李伟也感到厌烦了。可是最让李伟想不到的是，李玲玲居然在国外结过婚了。当那个黑人男人从国外追到国内来找李玲玲的时候，李伟彻底崩溃了。为了证明自己和李玲玲的关系，男人不仅拿来了国外的结婚证明，而且还给他看了一些不堪入目的照片。事发之后，李玲玲给李伟下跪道歉，请求他的原谅，还说自己是被人骗了。李伟这才发现自己的白月光原来早就罩上了黑影。黑人男人找李伟要分手费，李伟不给，他就在公司楼下闹，举着牌子申诉李玲玲对自己的背叛。很快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李伟只得给了他一笔钱。由于公司经营不善，又被敲诈了一笔，李伟的经济大幅度缩水，导致李玲玲的生活质量也大幅度下滑。两个人也不再你侬我侬了，每天争吵不断。李玲玲开始频繁外出，与不同的男人聚会。每当李伟说她的时候，她就说是在找商机，反过来责怪李伟没本事。外面的风言风语让李伟的父母都不堪其扰，他们劝李伟跟李玲玲分手，但李伟却不同意。其实他也没有觉得这段感情有多好，只是他已经付出了这么多，不愿意再放手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最先提出分手的却是李玲玲。她不愿意在一个没有前途的男人身上耗费时间。李伟不同意，找人借钱来维持他的奢靡生活，但毕竟不能长久。很快，他的经济链条就断裂了。而李玲玲毫不犹豫就投向黑人丈夫的怀抱。她对李伟说的话更是让他愤怒加伤心。原本还以为你是个潜力股，没想到是个天坑，钱你也给不了我，
床上也没有他厉害，我难道还跟着你吗？像你这样始乱终弃的男人，这种下场是活该。”李玲玲的话让李伟如遭雷击，他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，没想到他却把责任归咎到了自己头上。愤怒的李伟用刀捅了李玲玲，虽然没有大碍，但是李玲玲却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李伟的父母甚至给李玲玲下跪，请求他撤销起诉，最后赔了一笔钱，李玲玲才出具了谅解书。虽然不追究法律责任，却要李伟留下案底。有了案底的李伟，工作更加难找了，于是他整日借酒消愁。这天知道我结婚之后，立刻就冲了过来，有人报了警，警察过来要带他走，他的父母也过来了。两个老人比我以前见到的时候看起来老得多了多，他们不断作揖，求我不要告李伟，他不能再有案底了。我看着他们，自己也曾经叫过他们爸妈，终究于心不忍。我跟赵无极商量了下，给了李伟父母一张名片。李伟其实有些技术，如果他能安心发展，虽然不一定能大富大贵，但是安稳过日子还是可以的。我给朋友打了电话，让他给李伟安排一个纯粹的技术员工作，不要让他参与到管理上，不要让他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就行。李伟的父母感恩戴德。李伟似乎有一瞬间酒醒了，他看了我一眼，我看到了他的眼神中有悔恨，有愧疚，有遗憾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跟他之间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身边有人陪着，有我爱的人，也有爱我的人。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，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主动离开，更不会给我背刺。后来我在新闻上看到了李玲玲的消息，她染上了毒瘾，与黑人男友利用外国身份进行贩毒，都被抓了。黑人男友被遣送回国，李玲玲被判了无期徒刑。她在狱中的时候给我写过一封信，但自始至终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，而是认为自己运气不好。信里面她把李伟给骂了一顿，觉得如果不是他，自己不会走到这一步。这一对都觉得是对方耽误了自己，却从没有想过每一次的选择都是自己选的。我给李玲玲上了一些大账，供她在监狱里花费，却没有给她回信。我已经不想再跟他们有联系了，因为我有自己新的人生，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。或许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们不断获得与失去，身边人也是个更新与淘汰的过程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但最后一定是善良忠诚的人过得比较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